你坐了我的凳子。哦。何香，拿帕子来，把凳子好好擦擦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脏啊？我嫌凳子脏啊？不就是我刚刚坐过吗？你知道就好。哼，一小姐，坐吧，坐了之后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啊！你干嘛？哎呀，完蛋了你！你吸了我的气啊！你不再是冰清玉洁了。娘，你怎么这样对我的孩子啊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到我们家来撒野？你太欺负人了！你明明是他欺负我的，你是欺人太吵了！不就一张凳子吗？来，姨妹妹过来，来坐我的，过来，来，姨妹妹来坐我的，坐着啊！哎呀，这么好的天气，还顾得上生气？快吃个枣，不生气了啊？你看生气小脸都不漂亮了啊！千红，没事了啊，来，别生气，我们这边坐。你也真是，跟小孩生什么气？千红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我还没记事的时候就被卖到院子里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多大。巧了，我也是没记事儿就被家里人扔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多大。我们都是苦命的人。哎，既然同病相怜，那我们就认个姐妹吧。这有2根草，一根长一根短，谁要抽到长的，谁就姐姐。抽呀，抽呀！你的长，你是姐姐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妹妹了。一妹妹，这是我新认的姐姐，从今往后你见她也得跟见着姐姐一样啊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这二叔四叔当家也快1个月了，我听说啊，这二叔已经焦头烂额，四叔也是天天叫苦。哎，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叫我回去呢？不回去才好呢。一点儿都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咱们每天什么心也不用操，就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该分的银子一文也不少，多好。我这1个来月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光是吃喝说笑睡大觉。哎，嘴里已经长了泡，脚底也长了鸡眼，头也晕，眼也花，反正哪儿都不好。我的少奶奶，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春杏儿，我呀就是个贱命，就得要累着苦着，被人骂着埋怨着，我这心里才舒坦。那你也别着急了，说不定过几天，二爷四爷熬不住了，就会回来求你了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就怕我重新大权在握的时候，这赵大人已经让人入股机器织布局了，我就彻底没戏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得有个什么事儿，让二叔四叔早点向我低头。少奶奶，千红，少奶奶，千红，哎呦，你怎么还叫我少奶奶呀？一时改不了口。其实我是特地过来，想谢谢你的。
谢我干嘛？我知道你认我当姐姐是给我面子，让那些小姐太太别瞧不起我。你呀，就说对了一半，我也是另有私心。什么？我这辈子也是孤苦伶仃长大，我是真心想有个姐妹，高兴的时候一块高兴，不高兴的时候能一块说说话。但是你不嫌弃我的身份吗？我能比你高到哪儿去？行，那我们就做一对好姐妹。好姐妹，姐，你和韩三春就别走了，留下来陪我。哎呀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反正我没想到去哪儿。再说，你现在是我妹妹，谁敢再拿脸色给我看啊？你那么厉害，把人家巫医都给吓哭了，谁敢拿脸色给你看呀？哎，谁让他嫌弃我？姐，这有时候吧，我还真要劝你两句，你说话做事还真得注意点儿。我怎么了？就比如你这打扮，打扮？我打扮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好看，但就有点太好看了。你说我的打扮，你过来。我还要说你的打扮呢，你的衣服多久没换过了啊？你这样子怎么可能吸引到男人啊？你别忘了啊，我是个寡妇。寡妇就寡妇呗，寡妇不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吸引男人啊？你是我的妹妹，我才会这么劝你。第一，别把自己当寡妇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二，有机会不当寡妇，千万别放过。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呀，你看多漂亮，又年轻，你真的要为那个吴聘守一辈子寡吗？多不划算啊！那你得学学我，看过，吃过，这辈子啊才算没白过啊！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刚刚说的话，你自己琢磨琢磨一下，啊？我走了。韩夫人慢走。这个千红也不怕被拉出去陈塘。嗨，他也是为了我好。你会像他说的那样吗？不会。天日天月，备笔墨，我要作画。哎，画画，少爷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吴泽，今年你是怎么打算的？继续攻读呗。还读啊？吴泽啊，你已经老大不小了，总这么考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还是想想别的出路吧。我现在一个人撑吴家3院，确实吃力。要不，回来帮我做生意吧。周莹呢？周莹跟我赌气，什么也不管。你四叔又是一个帮不上忙的人，我身边缺人手啊。爹，我想再考1年。我怕你不是这个命。再考1年，若还考不上，我就认命。行吧。爹娘早点休息。小妹，啊，给爹娘请安。是啊。啊，大哥。你最近见到他了吗？啊，见到了。那他……小妹，他呀，现在脑子里面都是在想怎么开这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事儿，其他的还来不及考虑。哦。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小妹。等织布局办成了，此事还能再议。快去请安吧，我回去了。老爷，这是少舅娘今天送来的。什么呀？这是高您冷家大公子的八字。这是金娘杨家3公子的，是个读书人。这个是四平赵家的儿子。冷家的这个呢，比吴姨大3岁，人又非常的老实踏实。2个人的八字呢也合适。将来如果我们2家结亲，生意上也可以彼此照应。吴姨也不小了，17了，该嫁人了。行啊，这一切你来操办吧。谁要跟我过招？来，小哥，活动上了，要不要来2招？好啊。哟呵，还行，功夫没撂下。怎么着？上街去还能挣到钱不？能。哎，要不咱们父女俩一走了之吧？现在走啊？吴信也死了几年了，东院也不缺钱了，你对活的死的也都有个交代。再说了，吴家那2个老的也不怎么待见你，现在不走更待何时？少奶奶，少奶奶，福来，怎么了？你猜谁来了？谁？图尔丹来了。他在哪儿啊？二叔把他请到了六传厅。哎，我也去。张管家，张管家，少奶奶，你不能进六传厅啊！为什么？我们老爷正在见一个重要的客人。我知道图尔丹嘛，我朋友。哎，不能进啊，少奶奶。二爷四爷有话说，你以后不能进六传厅了。这是什么混账话呀？童老板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4弟吴卫全，吴家的中院，归他掌管。涂老板幸会。幸会。周莹呢？
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啊，周莹已经不是吴家的大当家了。不是大当家，还不能见人吗？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他的身份不宜抛头露面。是。我已经走了几千里路，就为见他而来，他却躲着不见面。不让我进，我还偏要进。不能进，不能进，真不让进！拦住他！你给我拿来吧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账本，不让我进啊！那我就一不小心扔水缸里了。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这！二爷四爷传令，请东院少奶奶到六船厅见客。这让我进，我还偏不进了。托尔丹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周隐，一日不见，像个秋天。哎，托尔丹！哎呀，好像是几百年没有见到你们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见你。那我们进去聊吧。哎，别，我没资格进那个厅，我们就在这儿聊吧，正好晒晒太阳。来，坐。好，请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最早明年才会来。哎，是的。但是我对我自己说，我必须早日去陕西，去泾阳，我要去看周隐。所以我就把我其他的事全部退后，提前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跟你商量。哎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说了算。真的？当然。哎，那如果我要让你花很多银子呢？我的银子你随便花。说定了。说定了。但是周隐，我刚听说你不是吴家大当家了吗？啊，是。我都是冲着你，所以才把所有的生意都给你们吴家。所以如果你不管事了，我可有点不放心。其实我吧，我经常也……涂老板是这样，周莹呢，她不是不管事，只是管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。但是你的生意还是归她照看的。好，那行。我们一起来敬涂老板啊！欢迎，谢谢，好，欢迎，哎，涂老板，来，吃点。涂老板，这一次来我们泾阳，打算停留几日啊？谢谢。我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而来。如果成功了，多留几日；如果不成，马上就走了。不知涂老板是什么事儿啊？不妨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吴家还能帮上忙呢。是啊，你愿意帮忙吗？愿意啊。可一定要说话算数。哎呀，这一点你放心，我们情商说话向来算数。是的。那我可就说了，周隐，这次我到泾阳是专程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还没有娶妻，你可愿意嫁给我吗？